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内在总是很吵，思绪一个接一个，情绪一层叠一层，还没处理完的感受和还没发生的担心，同时在脑海里盘旋。我试着让自己冷静，试着想清楚，试着找到一个可以让一切安定的方法。但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混乱，因为你一边想要安静，一边又在对抗那些无法停止的声音。那种拉扯让人更疲惫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没有再试着让一切消失，我只是停下来，把注意力轻轻地放回此刻，没有分析，没有整理，只是感觉呼吸，感觉身体，感觉自己还在这里。一开始，那些声音还是在，那些情绪也没有立刻离开，但有一个很细微的不同，我没有再跟着他们走，我只是让他们存在，同时也让自己停在当下。在神经系统的层面，当你不再持续追逐思绪，你的大脑会慢慢从过度活跃的状态回到较为稳定的节奏。当注意力回到当下，身体会开始释放安全的讯号，而安全会让混乱慢慢减弱。我开始练习这样的停留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只是单纯的和此刻在一起。当念头出现，我不再抓住；当情绪浮现，我不再压下。我只是轻轻地对自己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这句话像是一个锚，把我从混乱中慢慢带回来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原本很吵的声音，不再需要被消除，它们会自己变小。不是因为你控制了它们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喂养它们。你没有再让思绪延伸，没有再让情绪扩大，你只是让一切停在当下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内在的安静不是来自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来自不再离开此刻。当你愿意安住，你不再被过去拉走，也不再被未来牵引，你开始有一个位置，可以稳稳地待着。那个位置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答案，它只是存在。而在这样的存在里，你的内在会慢慢找到节奏，那些原本混乱的部分会一点一点沉淀，就像水。当你不再搅动，它自然会变得清澈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感到很乱，不要急着整理，也不要急着让一切变好，试着停一下，把自己带回这一刻，感觉呼吸，感觉身体，感觉你还在这里。当你愿意这样陪着自己，你会慢慢发现，那份你一直在寻找的安静，其实不在远方，它就在你愿意停下来的那一刻，静静地回到你之中。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真的改变，很多习惯还在，很多情绪还会反复，很多卡住的地方看起来依然存在。我会怀疑，是不是我其实没有进步？那种感觉让人有点挫折，因为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却还是会在某些时刻回到熟悉的状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注意到一件很细微的事，那些一样的情境，其实已经有些不一样了。我还是会不安，但我开始知道自己在不安。我还是会想逃，但我开始看见那个想逃的念头。我还是会怀疑自己，但我不再完全相信那个声音。那一刻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原来改变早就开始了，
只是它不是那种一下子翻转的改变，而是很安静的，从没有意识走向开始看见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觉察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神经活动。当你开始观察自己的想法，观察自己的情绪，你就已经不再完全被他们控制。你开始有一个位置，可以看见，可以选择。这个位置就是改变的起点。我开始学着珍惜这些觉察的瞬间。当情绪来了，我不再急着消除，我会说，我看见了。当习惯出现，我不再立刻跟随，我会停一下。那个停顿很短，却很重要，因为在那一刻，你不再只是反应，你开始参与自己的选择，而每一次这样的参与，都在慢慢改变你。我后来才明白，改变从来不是一个结果，它是一个过程，是一种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的过程。当你开始觉察，你就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。你可能还没有完全走出来，但你已经看见路，而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所以，如果你还觉得自己没有变好，请不要急着否定，去看看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够看见一些以前看不见的东西，是不是已经开始对自己多了一点理解。这些都是改变，而且是最深层的改变。当你愿意继续这样看见，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很快，你会发现，你正在一点一点地离开过去，走向一个更清醒、更自由，也更贴近自己的自己。而这条路，其实在你第一次觉察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开始了。我以为那些习惯是改不了的，那些反应太快，那些情绪太熟悉，那些模式像是早就写进我里面的程式。我会在同样的地方退缩，在同样的时刻怀疑自己，在同样的关系里重复相似的选择。我甚至开始相信，我大概就是这样。那种感觉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而是觉得无法改变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没有再急着改掉那些模式，我只是开始看那些反应出现的瞬间，看那个情绪是怎么升起的，看那个念头是怎么接续的。一开始我还是会被拉走，还是会在觉察之后又回到熟悉的反应里，但有一个很细微的不同，我开始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。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改变了什么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当一个行为是无意识的，它会自动发生，几乎没有空间让你选择。但当你开始觉察，你的大脑会启动不同的区域，你从自动反应进入到可以观察与调整的状态。这个转变很微小，却非常关键，因为那代表你不再完全被旧有的模式控制。我开始慢慢练习，在那些熟悉的瞬间里，多停一点点。当我想退缩，我会看见那个念头；当我开始怀疑，我会察觉那个声音。我不需要立刻改变，我只需要看见。而这样的看见，会让那些原本很强烈的惯性慢慢松动，它们不再那么理所当然。你开始知道，原来这只是其中一种选择，而不是唯一的路。我后来才明白，改变不是一开始就要做出完全不同的行动，
而是先让自动变成被看见。当你看见，你就已经在松开那些曾经看似牢固的模式，其实是因为没有被意识到，才会一再重复。但当光照进来，它们就不再那么隐形，也不再那么强大。所以，如果你还在某些模式里反复，请不要急着责怪自己。你不需要一下子改变一切，你只需要开始看见你的情绪，看见你的反应，看见那些你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瞬间。当你愿意这样做，你会慢慢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觉得无法逃离的循环，开始出现缝隙，而在那些缝隙之中，新的选择正在悄悄地为你打开。有段时间，我总觉得世界很混乱，很多事情看不清楚，很多关系让人困惑，很多选择都充满不确定。我会反复思考，想找到一个最正确的方向，但越想越模糊，好像每一条路都有理由，也都有风险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外在本来就这么难以理解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去分析世界，而是回到自己。我开始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我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一开始不太容易回答，因为我习惯考虑别人的期待，习惯权衡利弊，习惯用理性去包装一切。但当我慢慢安静下来，有一些声音开始浮现，那些声音不一定合理，甚至有点矛盾，但它们很真实。有的在说，我其实不想继续这样；有的在说，我在这段关系里不快乐；有的在说，我只是一直在撑。当我听见这些，心里有一点震动，因为我发现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只是一直没有对自己诚实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当你长期忽略真实感受，你的内在会出现冲突。一部分的你在说真话，另一部分却在压抑。这样的拉扯会让你感到混乱，因为你同时在走两个方向。但当你开始诚实，那种分裂会慢慢整合，你不再需要维持表面的平衡，你开始对其内在。我开始练习一件很简单却不容易的事，诚实的承认，不需要立刻改变，只是先承认我其实累了，承认我其实不想，承认我其实渴望别的可能。这些承认一开始会让人不安，因为你看见了真相，但同时也带来一种很深的清晰。当你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，很多原本模糊的事情会开始变得明确。你会知道什么是你愿意的，什么是你在勉强。你会知道哪里需要停下，哪里可以继续。这样的清晰不是来自外在的答案，而是来自内在的对齐。我后来才明白，世界之所以混乱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本身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对自己诚实。当你愿意看见自己的真实，你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猜测，也不再需要那么多解释。你开始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
与世界互动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觉得一切很模糊，请不要急着去理解所有事情，先回到自己，去问，去听，去承认那些你一直忽略的感受。当你开始对自己诚实，你会慢慢发现，世界没有变简单，但它开始变得清晰，而那份清晰会带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更真实，也更稳定的方向，不再迷失，因为你终于没有再离开自己。有时，我觉得世界很吵，讯息很多，声音很多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。什么才是对的？什么才是适合我的？我越想弄清楚，就越混乱。我开始不断向外寻找答案，看更多的资讯，听更多的建议，希望有一天可以确定方向。但奇怪的是，我知道的越多，反而越不知道该怎么选。那种感觉像是站在很多路口，每一条路都有人告诉你很好，但你却不知道哪一条真的属于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从来没有真正问过自己，我只是一直在听外面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我把注意力慢慢收回来，我开始试着去听内在的感觉。一开始很微弱，因为你太习惯外界的节奏，内在的声音显得很安静，甚至容易被忽略。但当我愿意停下来，慢慢感受，有一些东西开始浮现。某些选择让我身体放松，某些方向让我内在紧缩，有些决定让我觉得靠近自己，有些则让我觉得在远离。这些讯号不需要解释，却很真实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当你持续把注意力放在外在，你的大脑会处于高度刺激，你会不断比较、分析、判断，而这样的状态容易让你感到混乱。但当你开始把注意力带回内在，你的系统会慢慢稳定，你不再被过多的资讯拉扯，你开始有一个中心，可以安住。我开始练习，在每一个选择之前，先问自己，这对我来说是什么感觉，而不是这看起来对不对。这样的转变让我慢慢从混乱里走出来，因为我不再依赖外在的声音来定义一切。我开始信任内在的回应，那是一种很不同的安静，不是外界变少了，而是你不再被他们带走，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回来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外在的混乱很多时候不会消失，但你可以不再被它影响。当你学会倾听内在，你就不再需要抓住每一个声音，你会自然知道哪些需要回应，哪些可以放下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觉得世界很吵，请不要急着让一切变安静，试着先回到自己，去听，去感受，去陪伴那个一直在等你注意的内在。当你愿意这样做，你会慢慢发现，外在没有改变，但你所处的位置已经不同。你不再站在混乱里，而是站在一个更稳定的地方，看着一切流动，而你的内在也会在这样的倾听之中，一点一点的回到安静。我总是急着变好，急着改掉缺点，急着走出低潮，急着让一切回到应该的样子。我给自己很多期限，
很多标准，很多看似合理的期待。我告诉自己，应该更快一点，应该更稳定一点，应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越是这样要求，内在反而越抗拒。那些我想改变的部分，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变得更明显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不够努力？是不是我真的改不了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停止追赶自己。我第一次没有设定目标，没有要求进度，只是坐下来，安静地和自己待在一起。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直没有给自己时间。我想要转变，却不允许过程。我想要成长，却无法接受还在路上的自己。这样的矛盾让我不断拉扯，也让改变变得困难。当我开始对自己有耐心，事情慢慢不一样了。我不再要求情绪立刻消失，而是允许它慢慢流动。我不再逼自己马上想通，而是让理解一点一点浮现。我不再用结果衡量自己，而是开始看见每一个微小的进步。这些改变看起来很细微，但它们带来的影响却很深。在神经科学里，大脑的改变需要时间，新的神经连结需要反复经验才能稳定。如果你总是急着看到成果，你的系统就会一直处于压力中，而压力会让大脑回到熟悉的模式，也就是你想改变的那些旧习惯。所以有时候不是你做的不够，而是你太急了。当你开始放慢，你的神经系统会感觉到安全，而安全感会让改变真正发生。那之后的我开始练习一种新的节奏。当我退步的时候，我不再责怪，我会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这也是过程的一部分。当我感到迷惘，我不再急着找到答案，我会告诉自己，你可以先待在这里。这样的语气让我慢慢放下内在的压力。我不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在进步，因为我开始相信，只要我没有放弃自己，转变就会持续发生。而这样的信任会让你走得更稳。你不再因为一点挫折就怀疑全部，也不再因为短暂的停滞就否定整段旅程。你开始明白，成长不是一条直线，它有起伏，有反复，有看似停滞的时刻，但那些时刻其实都在内在悄悄酝酿，就像种子在土里，看起来没有变化，却正在发芽。当你对自己有耐心，你就是在给这些转变空间。你不再催促，不再怀疑，你只是陪伴。这样的陪伴会让你的内在慢慢稳定。你不再那么焦虑未来，也不再那么纠结过去。你开始活在当下，一步一步地走。而在这样的节奏里，很多你曾经以为困难的事情会慢慢变得自然。你不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，但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你已经不一样了。你的反应变了，你的选择变了，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也变了。而这些改变不是某一个瞬间发生的，而是在你一次又一次对自己温柔的时候，慢慢累积的结果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在路上，还在摸索，还在反复，请不要急，请不要因为还没到达就否定自己。你正在经历的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，而你唯一需要做的，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一点空间，一点耐心。当你这样对待自己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还没发生的转变，
其实早就在你内在。悄悄的，开始了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